向世界叫板，耐克打出名堂，重新归来。可是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孩子们又该何去何从？没有一开始来这个活动这么期待他了。大家好，这里是 Telfair， 我们一起来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2014年，耐克曾经举办过一档名为 Rise 打出名堂的篮球真人秀，给予了素人球员们追梦的机会。然而，在隔年的第2届打出名堂落幕之后，该系列活动再无音讯。打出名堂这4个字，从此成为了一部分篮球人心中被深埋的记忆。然而10年之后的2025年，耐克突然宣布重启该项。不同于当年的素人选拔，这次耐克想要给全国的青少年球员一个向世界叫板的机会。因此，在首轮筛选过后，100名从初中到大学的球员们集结于北京，开启了他们的追梦之旅。1, 2, 3, rise！ 在北京为期3天的集训中，会先从100人中淘汰30人，剩余的70人将参与最后一天的对抗赛。根据表现，最终仅有42人能够前往集训的下一站。在场边，我们遇到了10年前打出名堂的 MVP Andy 陈德恩。这个质量就是完全是跟我们那个时候都不一样，就感觉有点像 NBA 的选秀。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选的时候是比较有故事性的，或者是比如说我这种故事比较年纪大了，那看起来这边都没有我这种年纪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会看得更重视一点，就是为了真的打造他们的未来。在第1天的训练结束之后，教练组会优先选出当天最亮眼的10男10女，直通最后的对抗赛。此时，那些没有被选上的球员们也许略有失望，但大多仍旧对自己充满信心。比较遗憾，比较失望，还是满信心。因为年龄比较小，这么顾忌的，我没有很紧张。觉得我实力应该没人。也不能说气馁吧，更多的是有一股劲，没什么压力吧，全力以赴就好了呀。在球场上我们就拿球说话嘛。稍微有些小紧张吧，但是更多的还是兴奋。压力从来都没有，一直没有，压力没有，从来没有。表现好自己就完事了。最好对自己有信心了，没有必要是觉得很失落还是干嘛，就是再来没关系这样。需要一个类似你现在有种位置，你要坐姿的话，就是我们对屁股往哪个走的角度。经过后2天的厮杀，7月8日晚上，晋级的42人大名单终于揭晓，他们将马上赶往广东，继续争夺打出名堂的机会。但是那些没打出名堂的孩子们呢？遗憾将会退出本次打出名堂的选拔。很不甘心，不甘心。我会更加努力吧，然后就让他们那些就是不该没选择我的人后悔。就你觉得，就是没有被选上，就是你觉得现在心情是怎么样？很遗憾嘛，然后有点难受，因为感觉自己下午对抗打得也蛮不错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没选上很遗憾。
那你觉得这次失利对你而言，你觉得是对你以后的篮球道路而言，就是有什么影响？或者是我认为是一种激励嘛，就是为迎接下一次挑战做更充足准备，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高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有没有不服气？我肯定还是有不服气的，年轻气盛嘛。那如果下次还有这种机会，那我一定会参加，再次证明自己。等那个名单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感觉？就是本来觉得自己会叫到，但是后面一直也没有叫到，我觉得还是挺震惊的吧，因为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进入这个大名单，包括还有4-5个人就是有对，他们有比赛任务嘛，所以我觉得其实算是一个20多人的名单，我最开始以为不难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选到。我觉得人家选人可能有人家的道理吧，因为我自己是在体测的时候我就发挥的不好，然后后面呢是今天早上的实战环节，我是个人进攻比较少嘛，因为我是防守做的比较多，我觉得可能是在进攻这一项上面被打的分很低，这我的猜测啊，当然具体评分表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你赶上了他就是他看上你的教练，你就会被选上，可能你赶上人家不欣赏你，那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的。对于被淘汰的球员们 ，Andy 也有话想对他们说。我很喜欢以前 Rise 的时候 ，Kobe 有讲过，就是最后一集他有说一句 ，Congratulations, your job is done, but we is not done. Congratulations, job well done, but the job's not done. 我这一次输了，那我算了。其实你的 journey 还没完，你还有更多的 journey， 因为你的人生很长。那谁说今天完了你就要放弃？那肯定你的故事还可以延续下去，只是这里是你的一刻一战，然后你在这一次淘汰，你学到了什么？你知道自己缺了什么？进步从来都是从你的失败得到的。那你并不是你成功，然后你会变得更强。你成功其实不会变强。人生肯定不是顺风顺水嘛，有失利是很正常的。也是算梦想吧，先打职业，打完职业退役以后去做运动康复师，然后如果能力够足的话，可以去当教练。我目标是希望就是利用这个活动、这个比赛，然后让更多职业队的教练能看到我，因为我身高不够高，但我想让他们知道，就是身高不够高也可以打进职业。对篮球爱好者来说，能走到这块其实已经就是能有这个机会已经很不容易。我觉得很开心的，你去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说实话，我的年纪是比较大了，我已经大学都毕业了，所以我可能跟他们想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准备走向社会岗位的，所以我就可能更多的，我希望可以以后能培养像更多这种所谓未来，就是这种未来知识。在回去的路上，2号球员张好好突然收到了自己不为晋级的通知，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惊喜。要再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对，我的感言就是，我刚骂完他，我觉得这个赛制挺不公平。其实我现在还是挺生气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第一个赛制被淘汰，我觉得他们这个淘汰的方式可能评分机制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我刚刚是拿到了自己的球探报告，他给我写的是。防守比较不错，然后进攻方面有待开发，场上无私，同时要抓住机会。就是我个人其实特别不认同他这个评语，因为我觉得就是篮球它就是一个无私的运动，你不能以我无私为借口淘汰我，并且他给我这个全力以赴的评分是优秀15分，满分是20分，这个我觉得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一项，因为我觉得在这一项上。我觉得至少是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所以其实我是挺不认同他们这份球探报告。当他们跟我说晋级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是会怀疑他们后续的晋级机制，就是是否还会以这种方式来评判。那我觉得，就算我去到了深圳，会不会在下一轮以这种理由给我刷下来？还是说我要从一个无私的人变成一个持球进攻很多才能留下来的人？所以。我现在心里的想法是，对于他们后续的机制，我是持怀疑态度吧。所以现在其实并没有很兴奋吧，就是我觉得
我没有一开始来这个活动这么期待它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不太符合自己的预期吧。对，